索尼、2K、华纳、EA， 他们无一不在追逐服务型游戏的道路上迷失自我。全球的游戏资本正在朝着神秘的东方流淌。现在的3A 游戏就好像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开发成本动不动就2亿美元起步。而腾讯作为精明的赌徒，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投资被臃肿的组织构架和低下的运行效率所拖累。但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游戏是谁做的，他们的开发商来自什么国家，我只在乎我能不能玩到更多更好玩的游戏。3月27号，游戏行业爆出一条重磅消息，那就是育碧宣布将旗下3款王牌 IP《刺客信条》、《孤岛惊魂》和《彩虹6号》拆分出来，成立一家独立的子公司。而腾讯将以11.6亿欧元的价格收购这家新的公司25%的股份。这种级别的资本运作，在游戏产业里绝对算得上是罕见。要知道，育碧过去一直是欧洲游戏产业的代表，对自家 IP 的控制权极为看重，甚至多次拒绝威望迪等巨头的恶意收购。而如今他却主动把最值钱的资产分家，还让腾讯成为第2大股东，这背后的信号远比表面看起来的更值得玩味。但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几年类似的操作会越来越多。那些传统3A 大厂会越来越多的去出卖自己的 IP 求生，科技巨头趁机抄底，游戏行业的权力格局正在悄然重构。你有病！华纳游戏 ，I'm watching you。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魅力。Nice。我们先来看看这次交易背后的荒诞现实。育碧嘴上说着保留 IP 的所有权，可明眼人都知道，当腾讯拿着真金白银成为2股东的时候，这些经典 IP 的未来早就不是育碧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了。就好比你把孩子送去寄宿学校，还嘴硬说监护权没变，但孩子每天吃谁的饭，听谁的课，你心里没有点数吗？更讽刺的是，就在这个消息传出来的同一天，《刺客信条：影》正在经历游戏史上最诡异的舆论风暴。社交媒体上吵翻天的全是游戏里该不该有黑人武士，有没有尊重日本文化，却没有人讨论这一代《刺客信条》到底有没有好玩的创新。现在的育碧游戏就像网红餐厅里的网红料理，拍照发朋友圈比正经吃饭的还要多。育碧过去5年的市值暴跌80%，不仅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悲观预期，更是暴露出了其核心游戏 IP 的持续疲软。曾经的王牌系列《刺客信条》陷入公式化开放世界的泥潭，《孤岛惊魂》沦为换皮年货，而《彩虹6号》则在激烈的竞技游戏竞争中逐渐掉队。尽管《刺客信条：影》试图以封建日本的新颖设定重振口碑，但玩家们早已对《刺客信条》罐头式的游戏设计产生了审美疲劳。显然，仅靠一部《刺客信条：影》的成败，已难以扭转育碧整体衰退的趋势。其根本问题在于僵化的开发模式与创新力的枯竭，而非单款游戏的得失。这个曾经的行业标杆，终究被自己流水线生产的铁皮罐头反噬了咽喉。但最魔幻的还不是这个，大家知道育碧这几年裁员重组玩的有多溜吗？他们就像在玩一个人力资源版本的俄罗斯方块，这一边裁到200个老程序员，那边又招了300个新的应届生。蒙特利尔工作室刚刚裁员，新加坡分部就扩招。从表面上看，它是在优化结构，实际上开发成本1分没降，反而因为团队的动荡，导致超越《善恶2》这种项目做了10年，还是只有一个预告片。对比其他厂商，比如说中国的黑神话悟空，4000万美元左右的开发成本，连育碧游戏的零头都不到，仅仅只有2A 游戏的成本标准，销量却轻松破1000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玩家现在只愿意为真正的好游戏买单，而不是育碧巴黎总部的那栋玻璃大楼的租金买单。烦死了！育碧最近高调的宣布，《刺客信条：影》达成了300万玩家的成就，简直就是把玩家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育碧在社交媒体上喊出胜利的宣言，根本上是为了给股东增加信心而已。而且所谓的300万玩家，是他们故意不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 Ubisoft Plus 的订阅用户，多少是预购了黄金版的冤种，
看到传统游戏媒体对《刺客信条：影》的一边倒吹捧，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些所谓的专业评测，仿佛在玩一场集体催眠游戏，把这部作品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育碧又创造了一款划时代的史诗级神作。但稍微有点游戏阅历的玩家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游戏不过又是典型的换汤不换药，再加上了一层日本封建的美术包装罢了。这些媒体评测文章读起来就像是用同样的模板批量生产的一样，先是吹一波画面表现力，再夸几句历史还原度，最后再用系列最具野心之作这样的陈词滥调收尾。更可笑的是，就是这样一群同样的媒体，在几年前给《刺客信条：英灵殿》打出同样类似的评语，后来又反过来批评那部作品的公式化。这种自相矛盾的评判标准，简直让人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玩过自己评测的游戏。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无脑的吹捧正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些大一点的游戏媒体为了维持提前评测资格而不敢说真话，厂商利用这些虚高的评分来忽悠玩家预购，最后吃亏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当某些游戏媒体甚至自媒体失去批评的勇气，沦为厂商的营销工具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玩家转向独立评测人的原因。Later. 说到这里，肯定有观众要问，既然育碧这么拉胯，腾讯为什么还要接盘？这里的资本算计可比游戏精彩多了。对于腾讯来说， 11.6亿欧元买到的不仅仅是3个 IP 的股份，更是一张通往欧美核心玩家圈的 VIP 门票。想想看，以后彩虹6号手游里推出个微信支付的专属皮肤，刺客信条来个王者荣耀联动角色，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情。而对于育碧来说，这根本就是断臂求生。他们在2023年的年净亏损高达5亿欧元，再不找金主输血，可能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虽然说腾讯最近投资的游戏工作室，例如《博德之门3》的拉瑞安和制作《流放之路》的 GGG 都没有受到腾讯在创作方面的干预，但是我对腾讯这家公司的印象实在是有点不太好。保不准当他们收购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就开启资本镰刀的收割。可悲的是，育碧的断臂求生可以说是矮子里面挑将军，是他们目前的最优解。这件事情看似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实则更像一场权宜之计。尽管育碧仍保留 IP 的所有权，但日常运营下放至独立团队，反映出管理层对现在开发模式的动摇。那就是既不敢彻底打破工业化生产的老路，又不得不通过外部输血来缓解持续恶化的财务危机。育碧没有被拯救，他们只是在拖延时间。腾讯25%的持股虽然能够暂时缓解现金流的压力，却无法在根本上缓解育碧创新乏力、效率低下的顽疾。这一举措更像是为后续更深层的裁员或者重组争取的缓冲期，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战略革新。如果未来的新子公司仍然无法摆脱育碧祖传的罐头式开发思维，那么此次拆分或许只会成为这家老牌大厂漫长衰退中的又一个过渡性注脚。育碧这家在全球拥有超过2万名员工的超级公司，在不断的持续性的投入大量的资金之后，却一直在产出平庸的作品。你看看碧海黑帆折腾10年来端出来这么一锅馊饭，阿凡达游戏成了大型的观光模拟器，就连刺客信条这个看家 IP 现在也沦落到要靠政治正确争议才能维持热度。在腾讯11.6亿欧元的重磅注资之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虽然育碧管理层在内部邮件中极力的安抚员工的情绪，试图营造一种一切如常的假象，但明眼人都清楚，以腾讯在游戏行业一贯的资本运作风格来看，这种温柔安抚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要知道，腾讯从来都不是什么慈善的投资机构，纵观其过往的投资案例，从拳头到 Supercell 再到 Epic， 每一笔重大投资的背后都伴随着大刀阔斧的架构重组和效率优化。这一次对于育碧子公司的注资，本质上是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豪赌。
而腾讯作为精明的赌徒，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投资被臃肿的组织构架和低下的运行效率所拖累。特别是在当前欧美游戏行业整体下行的大环境下，腾讯更会以近乎冷酷的效率至上的原则来推动变革。那些冗余的部门、低效的团队以及不赚钱的项目都将面临无情的裁撤。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无法创造即时价值的部门和员工，注定会成为这场资本游戏中最先被牺牲的棋子。其实放眼整个行业，育碧的困境绝对不是个案。现在的3A 游戏就好像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开发成本动不动就2亿美元起步，但玩家早就看透了那些公式化的套路：爬塔开地图、问号清据点、装备分颜色。更可怕的是，这套模式形成了一个死亡循环，成本越高，他就越不敢创新，越不创新，玩家就更不买账了，玩家不买账，他就投入更多的成本。这些大公司会在一些验证过的可行的商业模式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其实那些商业模式早就已经过时了。索尼、2K、华纳、EA， 他们无一不在追逐服务型游戏的道路上迷失自我。新名特工、自杀小队这些作品的失败并没有让他们调转方向，他们把巨量的资金投入了这些错误的作品，并试图打动错误的目标人群，以实现增量市场的增长。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核心玩家的需求，他们正在失去他们的存量市场。与此同时，东方的游戏公司正在逐渐掌握游戏行业的话语权。怪物猎人、剑行、黑神话，玩家在这些游戏中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更愿意为这些游戏买账花钱。全球的游戏资本正在朝着神秘的东方流淌。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行业趋势，那就是中国的资本正在通过这种救生艇式的投资，悄悄地重构游戏行业的版图。除了这次腾讯的入股，网易也早就把底特律变人的开发商收购了。字节跳动也在疯狂地扫货欧美工作室。我预计未来5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育碧式的交易。欧美厂商卖 IP 续命，东方巨头抄底收割的这种剧情会一直上演，最后可能形成西方人做创意打工仔，东方人做资本操盘手的局势。但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游戏是谁做的，他们的开发商来自什么国家，我只在乎我能不能玩到更多更好玩的游戏。这场行业地震的背后，其实也暗藏着一个令人振奋的转折点。当传统3A 巨头的商业神话开始崩塌，我们反而看到了游戏产业最珍贵的生命力正在觉醒。那些被大厂忽视的游戏本质、创意的玩法、用心的设计，那些纯粹的乐趣，正在中小型工作室的手中重获新生。不到50人团队的幻兽帕鲁，用颠覆性的设计思维重新定义了开放世界的可能性。哈迪斯令人欲罢不能的战斗系统，是20个人的团队展现出来的创造力。这些案例让那些1000人开发、万人开发的大厂年货，在对比之下毫无吸引力。这就像一场行业的自我进化，当臃肿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真正的创意反而获得了呼吸的空间。育碧的这次断臂求生，或许会意外地成为行业转型的催化剂。当资本不能再依靠 IP 的惯性躺着赚钱的时候，整个产业不得不回归到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做出打动玩家的好游戏。 Nice。 这场变革虽然痛苦，但长远来看，可能是游戏行业重获新生必须经历的阵痛。毕竟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艺术形式都是在打破陈规之后迎来真正的繁荣。现在的游戏大厂们，是时候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了，你们那套换皮加氪金的商业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玩家们早就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游戏体验和无休止的付费陷阱，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正在反噬整个行业。看看市场的反馈就知道了，玩家的退款率正在飙升，口碑正在持续崩坏，那些曾经辉煌的 IP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玩家想要的是诚意和创新，不是换个皮肤然后就当成新作继续卖的流水线产品，更不是被当成提款机一样算计。
太多的厂商把精力都花在如何设计付费点上，而不是思考如何创造真正有趣的游戏体验。当财务报表上的短期收益成为唯一的目标的时候，游戏的灵魂就被抽干了。这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最终只会让玩家彻底失去信任。市场正在用脚投票，那些用心打磨游戏品质的厂商正在赢得玩家的真金白银，而那些继续走老路的厂商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要么回归游戏本质，要么就等着被市场淘汰，选择权在你们的手中。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们也有对育碧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